冥界最大的官是谁，而他的真身又是谁。阎罗王并不是主宰传统神话之中都有对于阴曹地府幽冥世界的描述，很多人觉得阎罗王才是幽冥之主，但事实上在本土的道教传说体系里，酆都大帝才是真正的幽冥地府主宰。至于阎罗王等概念，都是佛教传入之后出现的。酆都大帝可以说就是冥界的君王，早在《山海经》之中就已经出现了。对于鬼国的记载，当时最早出现的管理者是申叔、玉律这两位，随着时间推移，后来逐渐诞生了五方鬼帝与酆都大帝的相关概念，而五方鬼帝都是协助酆都大帝的幽冥界管理者，并且虽然号称五帝，但在古代传说之中，五帝其实是9个，而不是5个。五帝是哪9个人？根据传说描述，申叔、玉律两位掌管东方的桃纸山与鬼门，西方的播种山则由赵文和与王真人两位掌管。北方罗浮山的管理者是张衡与杨云，南方罗浮山的管理者是杜子仁，中间的抱犊山则由周琦与嵇康管辖。这里看得出，除了南方鬼帝是一个之外，其他4个鬼帝都是2位一起并称的，而后世众人熟知的十殿阎罗都属于五方鬼帝的后来者。阎罗王的概念并非出于我国，而是随着古印度佛教的东传带来的异域概念，后来因为佛教的昌盛和本土化，逐渐融入了本土。唐朝之前已经出现了阎罗王的神祗，唐朝中晚期阎罗王开始分化成为十殿阎罗。在传说之中，阎罗王是十殿阎罗之一，居第5殿，而且担任者后来在宋朝变成了包拯。他们的工作与前辈五方鬼帝类似，由于阎罗王与十殿阎罗的出现，五方鬼帝的概念逐渐被淡化，乃至于消失。十殿阎罗成为了酆都大帝的新臣，他们辅佐酆都大帝执掌幽冥世界，并且受制于酆都大帝。酆都大帝执掌着万物生灵的魂魄与残念，并且按照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判定其是赏是罚，是否有下一世，下一世如何。五方鬼帝与十殿阎罗都是辅佐的而已。酆都大帝到底是谁？北阴酆都大帝被道教尊为北方武器，天中太阴北帝，北阴酆都玄清大帝太阴真君，总理大化天尊等等，居住在景天宫，也就是北阴酆都宫之内，是酆都主宰，主管冥司，是天下魂灵之中，掌管一切狱主，构240司，管辖5万众，考虑罪人，推穷轻重，举奏善恶。说简单点，酆都大帝就是最初汉神话之中幽冥世界的最高主宰者，是地狱之主。此外，关于酆都大帝还有个说法，那就是酆都大帝是北极紫薇大帝在幽冥世界的一个化身，他化身酆都大帝之后，领北极4圣，节制一切魔王、妖邪与鬼魅精灵。北极紫薇大帝与酆都大帝合二为一，就是所谓的北帝。按照传说，酆都大帝执掌的酆都炼狱，拘禁着世间所有十恶不赦的人，魔鬼魅妖邪等等，而且永世无法超脱。唐宋时期，来自古印度的阎罗王概念进一步丰富，还演变成为了十殿阎罗，而传统的本土幽冥之神酆都大帝的形象也由此逐渐被淡化。宋朝时期，重庆酆都山开始被视作通往幽冥世界的入口，久而久之变成酆都大帝的居住地所在。如今，对于酆都大帝的祭祀主要出现在道教超度往生的时候，还有祈求长寿的时候，与其主宰幽冥的本相有很大变化。你所知道的地狱的统领者是谁？如果一个人在国外去世了，他的灵魂会怎么样？先秦文献中的鬼很多，但都是一盘散沙式的孤魂野鬼，人的生死、鬼的生活、人鬼之间的沟通都是各行其事，有点无政府主义。左传中子产就表达过但忧鬼有所归，乃不为利。虽然鬼魂的概念很早就兴起，但管理鬼神的意识则是在东汉末年，文献中出现了新的官员，泰山府君治理幽冥世界，负责管理人与鬼的生死。这其实跟现实世界中大一统政府的出现，管理的逐渐深入有关。在幽冥世界里，便也同时出现了管理结构和共同体，两个世界彼此安顿。现实世界的人们对死后将要归去的那个幽冥世界
总有着不变的期待，在一切的终点和起点，是不是冤有头债有主？在那里是不是一个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是一个遵循合理制度的清明世界。鬼界人性管理，如果从比例来看，幽冥世界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我们在人世间不能实现的公平正义，但那并不是一个100%严格按照因果运作的世界。古人对幽冥世界的想象很实际，很接近日常生活。这种非机械的理解，让中国文化里的幽冥世界少了刻板的规则，多了些柔软的人情。比如考上了阴官的人，因为母亲阳寿未尽，需要尽孝，就可以请假不去上任，但10几年后母亲去世后，再到幽冥世界走马上任。这个规则讲人情，符合现实世界的伦理规范，甚至比起许多严苛的朝代更显温情。同样的人情也会用在善恶有报中，这让幽冥世界的审判带了一丝法内情的味道。恰恰是这些没那么严格的人情，让古人想象出的这个幽冥世界显得蛮接地气的。因果报应，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善事，所以幽冥世界会有现世报、隔世报的区分。有一些故事单单从仪式看起来没能完成善恶判决，但从长时段看，因果报应的规则是绝对有效的。如果现在一个法律颁布出来后，社会上所有的问题立刻全都解决了，大家都会觉得这很可笑。幽冥世界也一样，它有因果报应的规范，但规范之后，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短时间或者一个轮回里得到解决。但令人安心的是，从长时段来说，善恶一定有结果，这和人类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幽冥义理，人鬼殊途。幽是指鬼神所在的幽冥世界，冥是指阳间鬼世界与人世界遵循着一些同样的道理，走在2条不一样的路上，而无论哪一条，人性的东西总是相通的。古人的想象中，人鬼是一体两面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据说是罗素在做一次关于天文学方面的演讲时，一位老妇人站起来说：“你讲的都是蠢话，这个世界实际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一块平板。”罗素微微一笑，问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你很聪明，年轻人。”老妇人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乌龟还是站在一只乌龟上面，是一只驮着另一只无限驮下去的乌龟塔。”中国古人也常讲人死为鬼，鬼死为剑，这个说法就像老妇人所讲的，乌龟塔是人鬼剑的3层结构。在中国，现实世界与幽冥世界紧密勾连，也彼此有别。面对未知世界的乌龟塔，中国的鬼文化更愿意只想到剑的这一层，就不再探寻，这给了我们一种安定感。2层的乌龟塔有尽头，不必担心生死之后，面对无边无尽的漫漫荒野，喝下幽冥世界里准备好的孟婆汤，不必背负太沉重的过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每一次的人生都是新鲜的。魂归故里，民国郭泽云所作冻龄小志，讲一个人的孩子在德国死去，魂魄无法归来，就在中国找一位招魂的人，让他的灵魂去到德国柏林，将孩子的魂魄带回国内。比如一个人客死他乡，魂魄想要回到家乡去，幽冥世界也设置有个是关卡，需要有路条1张通行证，且要加盖当地官员的大印才能生效。到了清末民初，管理交通的变成了邮传部，后来又隶属于交通部，于是幽冥世界的通关文件也变成了要求当时管理交通条线的官员签名，无论要哪种文件，总是贴合着现实世界的行政要求。从这个故事可以引申理解，或者人可以不去现场，但要有仪式将魂带回国内，以安亡灵。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你觉得鬼的世界是100%公平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